家长还有新生们，大家午安，我是骆志明。我自己的小孩现在在念大3，所以大概一个新生进来一个新的环境，我觉得认识这个校园环境，是第一件事情。所以包含你的食衣住行娱乐啊。如果是住宿舍的同学，可能他首先要先适应怎么跟其他的室友相处，可能甚至包含怎么洗衣服的这些事情。大概需要有一点点规划啊。那至于怎么规划，其实新生们可以跟家长商量，我可以询问学长姐，看他们都是怎么处理的啊。尤其是住宿舍的时候，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人会打呼啊，有人很晚才睡啊，有人不关灯啊，或者是有人怎么样，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个18岁到22岁的年轻人啊，因为18岁已经成年了，所以一大分寡，所以你开始从一个家庭的羽翼。依附品相，慢慢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大人。好，所以理论上这些事情，这个新生们、年轻人们可以自己尝试的解决。那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不要硬干啊，有的时候就是稍微问一下，那问一下学长姐，其实我是觉得这个是最直接、最方便的。然后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开学，马上就会有928连假，有中秋节连假，有双十节连假，有就是连续有好几次。所以包含你怎么去规划，说你在这1个月当中，你是要留在学校，还是你要回家？啊，那你要怎么回家？比如说你要不要提前订票等等的，这些都是非常实务的问题。刚开始离开家，如果住在理论上大部分的学生大一都住在宿舍，开始少部分的人会想要住在镇上。在交通上面，你稍微提前规划一下，我觉得对各位在刚开始进来的时候，你比较不会手忙脚乱。然后第2个部分是，我们是国立暨南国际大学。那这个国际的意思是我们其实就是这个侨生的主要的侨教的主办的学校。如果以侨生的比例来看的话，暨大应该是全国排前3，大概以前的数字好像有一个叫12%，也就是说12%是侨生。那侨生来自于东南亚的居多啊，所以可能印尼、马来西亚、香港、越南、缅甸。这个柬埔寨我们目前都有，那当然也有一些，比如说印度的学生，或者是这个比较西方脸孔的那个，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交换，所以大概每学期都会有几位这个外国学生啊，所以通常会说侨外生。那侨生同学们其实相对而言，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适合同学们交朋友的一个对象啊，当然不见得他一定要跟你讲英文，或者是他会不会讲中文？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自己就可以设定，我就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国际化的比例的校园里面啊，所以大家都可以这个积极的可以互相交朋友啊。所以我觉得侨生这个部分，包含你选课的时候，你也会碰到其他的侨生或外籍生。同时衍生这个话题，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很多所谓的 EMI 课程，就是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就是全英授课，从大1开始就有，某一些必修课程它就会开成是 EMI 课、全英课，所以对于大1的学生来讲，我觉得最适合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你就比如说你大1开始，你如果有机会，你就选一点个 EMI 课，这个时候因为你高中刚经历过嘛不然等你已经荒废了1-2年之后，你才要再回来修 EMI 课，你反而会有一些这个转换的障碍，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说，如果有机会，你也可以询问学长姐的意见啊，就可以选一些 EMI 的课啊。所以全英授课还包含就是说你自己的听说读写，每一个全英的课程的部分，其实也可能都会包含就是MOOCs 摩课式课程，它可能会搭配 Coursera 的课，那 Coursera 就是一个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课程平台，都是在形塑学生的自主学习的能力。尤其我们现在培养的学生是4年、6年、10年之后要面对未来的社会，所以这件事情不太可能用过去的知识教现在的年轻人去面对10年之后的未来，所以大部分都还是你自主学习的能力啊。接下来就是说，真正你修课的部分，比如说你大1、大2、大3，有一些年轻人就是说，因为相对而言很有冲劲，但是会决定会做太快，包含你在选课的时候。所以其实我们的必修大概就是在50-60学分的，我们的毕业学分是128，所以其实有超过1半以上的课都是你的选修课。
那其中又有很大的一部分是通识课程，同学们都会尽量的想要抢通识。那当然选什么通识，其实也可以问学长姐的意见是最直接的，但是千万不要为了抢而去修那门通识课，因为必修课程是我们国际系的必修啊，选修课程就是有分专业选修跟自由选修，共128学分里面，所有的管院我们有5个院一个学程，有经济、国际、资管、财经、官餐，还有一个管理学院学士谈，是大家的必修的学分数都差不多，都是50到60学分啊。那这50到60学分之外，就是所谓的专业选修跟自由选修。那自由选修里面，当然你要修什么都可以，你也可以修外系、外院的课啊。说你开始去思考一下，说，那你要选什么课啊？那我等一下会解释一下，说，你可以有什么样的架构去思考，说你要选什么课啊？那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其实你认真的思考128学分啊，你每一个学期如果修21学分，6个学期就有126学分，所以6个学期就是3年。所以事实上你不用那么赶，就是说很多同学会在大一的时候修25、26、28，但是你如果超过25，要请导师签，所以我们就会卡关说，你为什么要修这么多学分？我的原则基本上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你修几学分的课，你应该要乘以3倍。就是说，假设你一学期修20学分，那你应该要花在课程的学习、准备课程上面总共要花60小时。60小时的意思是，如果你星期一到星期六，你每天要花10小时在准备你的课程上，这个是一个基本原则。当然，你会修比较困难的课，或者是比较简单的课，通常比如说像通识课程，基本上你都不太需要花1倍以上的时间啊。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则，我要提醒你说，不要抢着把学分修完。其实你就慢慢修，一个学期修21学分左右，6个学期你就自然而然有126，就只差2学分就满128就可以毕业，对不对？所以你根本不用每个学期就修25或28，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去消化吸收，那你修的那些学分基本上也是浪费啊。所以我的建议是说，第一个当然就是安排必修，然后我们的必修大概管院的必修很多东西都一样，就是经济、会计、统计、管理学，等等，这些就是光上下这个其实加起来就已经40几学分了那大概我们国际系的必修，像国际企业管理，然后行销管理，大学就是行销管理、财务管理等等策略管、国际策略管理等等。那所以这些课程其实你把它安排起来之外，那刚才主任也有介绍说，我们有3个 track， 就是国际企业学系里面我们有3个不同的领域我们有国际行销创新领域，就是刚好主任跟靳老师都是国际行销与创新领域。那我是国际企业经营策略领域，还有一个是国际财务金融领域。那我们就会开相对应的专业的选修课。那这种 track 的课程就是在帮助你自己，就是说，如果你经过一段时间，你要慢慢的去探索说4年或者是5年或6年之后，你进到这个未来的社会跟产业的时候，你大概比较适合从事哪个行业的工作所以你就会多修一点点行销或创新的专业选修课程，或者是国际企业经营策略的专业课程，或者是国际财务与金融的专业课程所以你可以慢慢的去搭配。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说128学分里面要请年轻人仔细思考，当然我们也不能限定你如果要修满25学分的话，那就是6个学期你就修满150，你如果5个学期就是125但是你不需要那么赶，因为假设你认真要把某一门学科学好，如果按照乘以3倍的原则的话，你要修25学分，你必须花75小时在课程的课前阅读、课前作业准备、小组讨论、课堂的这个上课又3小时，假设你修3学分，课前3小时，课后3小时，再加上上课3小时，这样是3倍。所以如果你一学期修20学分，你要花60小时，理论上60小时就是你星期一到星期六都有安排给在你的学习上面，每天都要10小时那你一天24小时，你至少要花8小时要这个洗澡、刷牙、洗脸、睡觉，然后你还有8小时要上课。假设，那你还有8小时，你要怎么去分配？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一个刚进大学的年轻人，因为高中以前都是学校排课排好的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比较值得提醒大家，而且马上快要选课。还有一件事情，骑摩托车，如果18岁已经考上驾照了，开始你要骑摩托车，或者你要买摩托车，买摩托车比较简单，骑摩托车比较难，而且要适应普里，因为学生们都会想要去镇上吃饭啊、玩耍一下，也 KTV 可以唱哈，就诸如此类的这些。但是呢，第一个假设你还不是很会骑摩托车的时候，或者是你要被人家载，那你要考虑载的那个人他是不是很会骑摩托车啊？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要大家稍微提醒注意一下。基本上必修先把它填满啊。那个刚好这个暑假的时候有一个学生，我们国际系的学生自己写了一个选课平台，我有在那个群组里面有放，你可以上去放看。先把必修先放进去，后面写 R， 英文数字 R 就是必修。如果有个 S 的，就是下面是 S。这是大2的选修，这是大2的必修，这个是大1的选修，这大2的必修。然后这是开在下学期，这是3学分，这是开在上学期的3学分。90%可能都还是跟这个课程地图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每年因为每个老师的时间的安排，可能有10%会不一样，也就是说不见得这里开的那个课刚好在那个学期都可以选，但是90%应该都是对的，都是可以的。所以如果往上的话，就是大1国文、大1英文，现在换了名字，大1国文叫做中文思辨与表达。英文就叫做跨域专业学术英文，对不对？就是大1国文跟大1英文，那它就是2学分，2学分应该是4学分。然后你的上学期经济会计微积分，微积分在哪里？在下面，所以3就9学分，所以4加9就是13。体育1学分，程式语言1学分，再加2学分，所以13再加25嘛。假如你要修通识，就是再选个5学分，4啊、5啊、6啊、7啊、8当然可以，或者是其他的选修课程，就是通识讲座。然后就是我刚刚讲的逻辑，就是说不要为了塞而塞。你选通识，通识它其实也有领域，应该要去查课表。那我要提醒年轻人，就是说，就是要自己去看课表，自己要去查课，然后不要只看课名。你只看课程名称，你要点进去看课程大纲，知道那个课程大纲第1周上什么，第2周上什么，第3周上什么，第4周上什么。那必修课程当然比较规律，必修课程经济就是要上那些东西啊，这个经济、统计、会计、微积分就是要上那些东西。但是其他的选修课，你一定要看完它的课纲之后，再决定你要不要选。然后有一个，我是觉得程式语言，国际系的学生，我刚刚举那个例子，就是说选课平台那个东西是学生自己学习做的，所以有一些时候是同侪彼此之间的影响很重要。有的时候你问到他跟你讲说，那个程式好难啊，我不要修，他就会受影响。但其实因为现在有 AI 之后，写程式变成是一件超级简单的事情。那所有的 language 都是听说读写。专业课程也是听说读写，比如说我教策略的，你要听得懂策略，听得懂，说得出来，然后看得懂，会写，会分析，所以听说读写，就是每一个专业课程也都是要听说读写。那除了程式语言之外，那个大1英文跟大1国文之外，其实我们有第二外语。其实语言对于将来毕业之后的升学跟就业，它的那个 CP 值超高。也就是说，你除了英文之外，你可以好好的想一想，说你的第2外语要修什么。好，所以英文你当然也还可以再另外修，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说，可能也许是 EMI 课程，那你也可以借由每周都有1门 EMI 课程，也许是1学分、2学分或3学分，那你至少保持自己每一周都有浸润在那个英文的环境，就被要求你每周都需要有一个英文，或者是你去修自主学习。自主学习应该大1开始就可以修了。每一个学生可以抵2学分的自主学习，也就是你自己可以修，或者说你自己可以做一个主题，然后找指导教授，那你可以得2学分1或2学分。那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说学长姐会最有经验。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比如说大1
他其实也可以修大二的选修课，如果那个时间是你可以的话，只是你要去加签。比如教授开课，比如说我开在大二的选修课，大一只要那个时间可以，他也可以来加签，所以没有限定说你大一只能选大一的选修课，好，所以你大一也可以去修大二的选修课，然后你也可以先去修隔壁系外系的选修课，比如说假设你对于财经很有兴趣，那可能也许那个财经系有开什么课，或者是资管系有开什么课，你也可以去看，也可以去修。然后暨大又有科院、有教院、有人文学院，其实我觉得你把它当成，我觉得年轻人就是已经大人，你要自己去找资源，那个资源就在我们的课程平台上面。你有人讲说，你如果要在网络上，你不能老是当伸手牌嘛，你自己要先去爬文，所以你爬完之后，如果你难以决定，那就赶快跟学长姐。如果你想要找导师给你建议，那就欢迎大家来找导师给你一些修课建议。有关实习啊，我们暑假实习也可以拿学分，就是说实习这件事情，你也可以多实习，但是不要拿学分。那反正就是我们有1、2、3、4、5、6，我们系列实习挂号1、挂号2、挂号3、4、5、6，那就是可以给你学分。那当然你自己要去找任何的实习，你自己要去做都没有问题啊。特别推荐是暑假实习，暑期实习是最好的，因为我们现在只有16周，所以6月初、6月中之前就已经放暑假，一直到9月初、9月中才开学，所以有完完整整的3个月。所以其实暑假去实习2个月是最好的。那你当然学生们、年轻人们，他可能要搭配他的社团活动，比如系学会活动或社团活动，可能在寒暑假的时候他们会出队，会去哪里？但是其实还是可以去安插一下，也就是说，你暑假实习那2个月，尤其大1升大2的暑假就可以实习，没有实习一定要到大3、大4之后才去实习，因为你等到你去实习之后，再回过头来想说我不喜欢那个环境。商业跟管理的环境都是跟人做沟通的，它是商业交易，它是不是自己硬干就可以的。所以你越早去实习，对于他去涉猎这个领域里面的相关知识，他回来学校之后，他还要再去选课，他就会有感觉。否则等到你大3，像刚刚讲，就是说你全部1、2、8都修完了，你再去实习，结果这个时候你想说，我应该还要再补充什么的时候，你学分已经都修完了。所以其实是可以提前。我们有3个领域嘛，大概比较财经可以预干。你要跟别人沟通，你自己想做什么，你自己就可以在你的桌子就处理完了。对，但是你如果行销，你要去跟你的顾客做沟通、做互动，通常辅系都只要25到30学分。辅系好像要看学系，要看学系，财经好像27学分，对，所以要提早做规划。就是20到30学分之间，然后双辅修也是会40到50之间，可以开我们的，就是别系要来辅系双辅修我们的47，对，要修什么系好，其实要按照年轻人的目的，或者说你现在目前的想象是什么，或者说你本来就已经有某些安排，其实都是别人来辅双我们国系比较多。那我们出去的确也有人去双，也有电机系，我们也有人出去辅电机或双资工的，好像也有，都有。也有中文的，也有，所以其实是这些科系就是看年轻人自己，但是就是你要把它整合安排。通常你双辅修要拼4年毕业，我觉得是很拼的。那当然也有人会讲说，那我可不可以4+1？但是你要想说，你到底辅系双辅修再加4+1完之后，你这一包你这个profile，就是你如果要当一个 K-pop， 你是要主唱呢，还是要负责 dancing， 还是你是要漂亮跑，就是你自己可能要选。你如果每一样都真的那么厉害，我觉得那也是需要很努力。对，所以可能要需要想一想。